刚刚所有的专家讲到，现在两岸的情势都讲到了，要展现国力，当然在舰队的部分是一个展现国力的关键。福建舰难怪首次成军的各种画面引起了各界的关注。这一次新华社所曝光出来的是，包括了歼15、歼35、空警600等等这个组合的着舰训练，跟福建舰一起做电磁弹射回收能力已经具备，那表示是推进了海军转型的里程碑。这些画面在福建舰完成训练起降之后，专家特别解读了，他认为呢，这个是代表中国大陆的海军由近海防御型已经向远海防卫型转变的标志性装备，尤其是包括了这3种机型能够实现1+1大于2的效果的时候，可以在舰艇上展现航母的远海作战空海的能力。而福建3型的核弹射成功呢，在玉渊潭舰里面分析是变成了现在不止第1岛链、第2岛链都会产生变化，有威慑的效果，也变成了西太平洋的格局变化的关键。我们在空军的部分也看过之前东风5C 的打击范围，93阅兵的时候看到说可以涵盖全球的这样长领域的这样的攻击能力，海空军也已经覆盖了第2座岛链。所以相比之下，美中的军事竞赛呢，现在马上 APEC 要见面，接下来互访可能会发生。但美国呢，来比较一下，美国主流媒体在这个相关的媒体里面认为，似乎对于相关这个大陆的福建舰等的报道比较少。先前还没有真的完全成军的时候，都还在这边用很危险啊，可能产生这个威胁啊、拒止啊，什么要加以小心的时候报道很多。反而现在真的成军秀出了肌肉的时候，报道很少。是没有发现呢，还是故意不发现呢？大家就来看门道了。而国外的网友看到福建舰的电磁弹射的时候，开始嘲讽的是什么呢？是美国的福特舰，说都是福字辈，差距不是1点半的。什么意思啊？就是美国早在2011年其实就弹射过 F-35C， 可是14年过去了，这个弹射的功能呢，却没有实现在其他的这个装备里头，卡在哪关节不了解。但是呢，在大陆的部分，福建舰实现了之外，最近在很多的互相对峙的对拒止的这个画面新闻特别多。那这是来自于大陆媒体的新闻说，在71军团呢，飞行员受访讲了一个超近距离逼退外机的画面呢。这其实包括美军啊、欧洲啊，就是常常发现最近这样的新闻特别多。他访问他的时候，我这个飞行员还特别讲说，其实目视都已经看到对方的脸了。那这么近的距离里，顶多只有10米这么近。那到底是谁踩刹车，谁改变飞航的航道？他决定不动啊，那就其他人动啊。最后还好没有撞击，否则的话，可能所谓的刺刀空中战术就会出状况了啊。那接下来，美国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是非常罕见，这是从2019年以来的第1次，美国的众议院国防委员会一群人来到了大陆访问，而且这次是跟董军直接会面，这也是很难得的见面里面，互相在对于军事合作上代表的是什么？双方必须沟通，不能断联。而且呢，在93阅兵之后呈现的这样的画面，更代表了对于大陆的军力的重视跟沟通的必要吗？那在川普的部分，对于国内的科技各种限制啊，除了要跟他们勒索嘛，就是要各种的钱、各种的预算各种的这个关税之外呢，还最重要的是，最近突然把 H1B 高阶的科技人才的这个签证费给大幅的增加，是100倍的，设立了10万美元这样的收费数字呢，让大家疯掉了。因为像这个创业的孵化器的执行长就说了，这是川普送了一份大礼给别人，因为人才会外流啊，光他们的公司可能要付1年140亿美元这种的规模的做法，根本活不下去啊！了不起，可能就跑去加拿大、温哥华或其他国家去了，不在美国的高阶人才。而大陆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是说，习近平呢即将跟川普在通话之后的见面，下一个阶段会是怎么个谈法呢？中美双方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希望双方能够互相尊重和合作共赢这样的原则，坦诚沟通。APEC 期间跟川习即将见面这个消息，中方也表示正在沟通，代表是已经有谱，而且接下来可能进一步的合作迫在眉睫都会发生。戴老师。这个歼15T 是重型的，那么空战型的一个战机它如果满载油，
然后它的挂弹都满的话，有7个挂弹架啊，它比 F-18还要挂弹架还要高。F-18由于电磁弹射的关系，它没有办法把油吸带满，它的挂弹量也不够，所以一旦那个福建舰的这个歼15T 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它弹射成功，也收回成功的时候，这个对于美国的海上航母的坦白说压力就很大了。另外，空警600它本身的作战能量那就更大了因为以目前美国的航母的弹射，他们采用交流电，中国大陆采用直流电，所以在弹射能力上面，大陆这很明显的是有后发优势它也就是说，它比较晚发展，但是它目前的优势却比它高，这个对美国来说压力很大，也就是第2岛链这个部分，中国大陆的投射能力已经到了。所以目前大家都在分析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关于这个歼35跟 F-35到底谁是第1架弹射上去的？那美国有一些网友说，哎呀，在2011年的时候，这个美国已经把第1架这个 F-35已经 F-35C 嘛，海军用已经弹射出去了。可是这个有问题，为什么？因为编列给海军的 F-35C 是2019年才编列给海军。也就是说，最早是 F-35A、F-35B 给海军陆战队使用，都是属于垂直短的跑道，而不是这种弹射的。那如果说今天我们看到绿营媒体说，哎呀，这个中国大陆吹牛了这个美国早在2011年就已经弹射成功了。可是我们去查资料是这个 F-35C，它是在2019年才编给海军的，那怎么会是2011年就弹射成功呢？那有可能要不就是只有实验性，但是并没有真实的。另外一个问题就在于，美国的海军也是到最近才开始要改变，把 F-35C 增加数量，因为之前就买40几架而已，现在愿意买120几架。可是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看到福特舰把 F-35C 弹射上去。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值得大家探索的，就是说福特舰已经出来了，为什么弹不上去 F-35C？ 所以我个人认为绿营媒体的这个论述，事实上是还值得再去做研究。也就是说，可能绿营媒体他们看到，哎呦，这个福建舰已经把这个 F-35，不是歼35弹射上去了，他内心里面不是滋味，因为他看到对比说 F-35C 弹不上去，已经好多年都没有弹上去。然后中国大陆已经弹上去了，他就觉得不服气，不服气，要美国一定领先的，所以赶快去查。然后他就认为2011年就有了，可是我们说不对2019年F-35C 才编给美国海军使用，除非我的资料错了。那如果错了，我愿意修正，给我新的资料，我来读新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确实这个是有值得探讨的一个地方。好。那如果我们就美国的空军部部长在这2天在空军的协会里面开会的时候，他自己讲了他自己亲身的事情。他说过去美国的空军给他一份报告，就评估中国的空军的发展速度跟美国的空军的发展速度。然后他说，当他看到资料的时候，他认为你们写错了吧？这应该是美国，不是中国。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数字，中国领先于美国。他认为你弄错了，然后他们就跟他说不对，这真的是中国已经领先于美国了。然后后来他自己本身在研究的时候，他才发现大陆确实领先美国了。他自己承认，在昨天的研讨会里面，他自己说了为什么？因为他说中国大陆，例如说我们看到歼20已经在长春展的时候静态展示了，这代表中国大陆的6代机马上就要出来了。而美国的6代机在哪里？2028年原型机才会出来。川普说谎，川普说已经试飞5年了，没有，2028年6代机才会出来。所以他自己也承认说美国落后了。那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怎么去跟，怎么去赶，怎么去追，这个就是美国现在要做的事。委员，那现在大家关注美中对话重启了，川习通的电话了。那这次这个众议院国防军事委员会这一行人浩浩荡荡出访去拜会中国大陆的董军，我觉得这当中的讯息非常值得观察。
这就说明那两个强权之间的斗争是没有办法用武力来解决的。你看二次战后的很多的战争，美国打韩战，这个苏联不敢进去；美国打越战，苏联不敢进去。后来苏联1979年去占领阿富汗，美国也不敢进去。所以你可以看出，然后在波湾的战争，美国进去，苏联也不敢进去，这说明了两强之间还是非常的担心，他们之间会引发核子战争。意外。那现在逐渐的，中国大陆是取代了俄国，最主要是因为经济的那个力量差距，中国大陆比俄国强大非常多。然后在军事上这些年来的10几年来的军事的革新，真的带来很大的进步。所以美国现在是把中国大陆当作最大的潜在的这样一个对手，所以呢不能打，那就要交流。这不是说北京主动的意愿，美国自己他们的总统，他们有很多的幕僚，很多的智库，很多的企业，他们都在观看问题。他们认为既然不能打，那就要沟通啊，免得双方有误解，就产生了这个真正的冲突，那也很麻烦嘛，对不对？而且像这种国会的议员他们背景比较复杂，他们不是只有受到智库的影响，其实影响他们最多是企业，还有军火商吧？对，不，军火商以外，当然也有一般的企业了不见得是军火商。军火商的影响是对美国的决策，可是，在外交上来讲有时候这个企业扮演重要角色。对于很多美国企业来讲，14亿人口的市场，被你川普这样搞下去的话，我们怎么做生意啊？对不对？因为中国大陆他们政治的体制跟民主主义的强悍他们是要抵制一个国家，他们会做得非常彻底的。所以这个也是我想这些国会议员，美国国会议员要到中国大陆访问的很重要一个因素了所以也就这也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在台湾有很多人尤其是民进党支持的，认为说美国跟中国大陆关系会一路坏下去，它越坏呢，那对台湾就越好。我告诉你，坏到一个阶段就会拉回来，因为再继续坏下去，大家就要兵戎相见了。而这场仗，先不讲中国大陆怎么样，美国绝对不会想打了，没有人想要打核子战争嘛。所以我们的期待不能放在上面，我们反正要很注意的去看两强之间他们的互动然后在这边寻找我们自己的生存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讲到这个海军当然你说中国大陆真的进步很快，这个电磁弹射只有美国跟中国大陆有这个技术，美国开发了很久才有，中国大陆很快就赶上来。总体的作战力量，坦白讲，我认为美国还是比较强大，比较强大。而且美国他们要做一件事的话，集中资源，他们毕竟是个人才很多，科技也最尖端的一个社会。你记得 Sputnik， 俄国的苏联的人造卫星是第一颗打到地球上这个轨道上面的轨道的，美国很快就改变，所以连你知道才有什么新数学、新物理、新化学，最后是谁先登月？是美国。所以就是说，不要小看美国，它的资源的丰沛，人的资源，尤其是尖端的科技这些。所以美国现在它大概也会去做调整，如何在军事上跟中国大陆能够让它赶不上来。所以军备竞赛就是这样开始的。但是可以看得到双方在对话，在避险。进长怎么看福建舰最新的几个发展？我特别要说一下这个福建舰这个电磁弹射的那个画面，我昨天终于看到了。我一直在等待看这个东西，不管他们怎么讲怎么说，因为就我的专业知识来讲，这真的是非常困难的。我现在跟大家报告一下为什么这么困难美国全世界第一个的有电磁弹射是福特舰嘛，福特舰以前全部都是那个迷你式的，叫做蒸汽弹射。为了从蒸汽弹射到电磁弹射第一艘福特舰它的电机装备做了什么改变第一，它的核子反应炉增加25%的功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的发电系统的发电机的能量是原来的300%，就是3倍。如果你懂这个叫做这个轮机这些东西，我可以告诉你所有这些轮机差距这么大差距这么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以前所有的航母它的港式就是建造完毕，是不是先提在港里面
做一些测试它的装备，它的港式大概都是1年，尼米兹前面的所有的都是1年就做完。那中国大陆的山东号也是1年，它是1年1个月，所以你就知道港式大概是1年左右。结果第一艘福特号港式做多久你知道吗？就是1天都还没出去海试，就在港里做。福特做了3年5个月，我的天哪，是人家3.5倍啊！那你想说，那他是不是遭遇到很大的困难？可想而知，他遭遇到很大的困难。那第2艘甘乃迪是不是一定会做一个很大的改变？应该会做一些缩短嘛，对不对？甘乃迪从下水到今天还在港试，已经快要6年，哇！严格讲是5年9个月，没有人知道是为什么，但它停在里面还没有海采，这些资料网络上都找得到。我当时就在想说，我的天哪，电磁弹射有这么困难吗？那中国大陆凭什么这样子一下子起来？结果你看我们福建舰出来哦，第一个它港试做了多久？1年11个月，没错，它也增加了，但是它跟美国的比3年5个月跟5年9个月，现在它比人家快多了。第二个呢，它的海试也很快就做完了。那如果它按照跟山东舰一样的话，它应该在今年的11月服勤。可是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它已经要成军了？这个东西所代表的是它的这些军事科技是一个大跃进。美国我保证你，这些美国的电磁弹射的人都在想尽的方法，要用间谍去窃取他们的这些机密、军事机密，到底是怎么回事？好，接下来战争一直没有真的停下来过，在以色列继续轰炸，包括加沙其他的地方，以至于以色列是不是反而成为跟除了美国以外世界的孤儿吗？先前要抵制的俄罗斯，现在以色列又如何在一场听证会上有退伍军人冲进去打断了参议院这场听证会，因为他认为已经是种族灭绝。看看画面。You're complicit in a genocide! The Israeli terrorists are committing a genocide, and the U.S. Congress and Senate are complicit in funding the bombs that are forcing children to be slaughtered and massacred. Shame on this governmen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complicit in genocide. 就是美国的退伍军人大声在参议院、众议院喊出来说：“你们美国现在变成了屠杀者的共犯吗？”因为以色列猛攻加沙造成的结果，现在 G7 的成员国包括了英国、加拿大、澳洲都已经正式承认了巴勒斯坦，大概有10个国家了哦。那包括了最新包括了西班牙、葡萄牙的部分，然后连意大利呢，到底要不要承认？总理是拒绝的，承认巴勒斯坦的建国，一个没有土地的国家，赢得这么多支持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就在于他们处境实在是太艰难，直接被种族灭绝的困境里头。因此，当总理在意大利拒绝，他跟美国站同队啊，拒绝巴勒斯坦建国之后，意大利当然他们最大的工会罢工跟自己的公运的议题有关，但更多他们主要的议题也是在挺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这个抗议都还蛮激烈的。而欧盟要做什么呢？继续要拨款援助巴勒斯坦重建。以色列说要剿灭哈马斯才结束战争，冯德莱恩就说我们这个基金啊，主要的原因就是要支持像巴勒斯坦国家哈，必须在经济上也是可行，可以活得下来。这个专门机制要协助加沙的重建，他们对乌克兰也是这样，但乌克兰连战争都停不下来的情况之下，纳坦雅胡在以色列的部分，对于这么多欧洲国家。G7 同时的这样跟他的唱反调，非常的不爽。他特别放话，以后战争目标将不只限于加沙。除了上次沙烏地阿拉伯的卡达被打的之外，这件事情他说绝对不会得逞。巴勒斯坦国绝不可能在约旦河以西建立等着瞧吧，用呛虾的呢。他说以色列决心实现所有战争目标，不仅限于加沙，还要在各领域开辟新机遇，马上就打了。以色列无人机去袭击的是黎巴嫩，4名美国公民遇难，包括了3名儿童，还有他们的父亲，就这样在战争莫名其妙的战事里直接被轰炸而亡。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的犹太裔议员现在连进入以色列居然被拒绝，他觉得不可思议。我自己有议员的身份，我在国际组织里头有一定就是和平反战的这样的角色，就被以色列拒绝进入了，这到底
以色列发生什么事，他还是犹太人。那么现在在这种已经很两极化的世界里面，在牛弹琴央视的官媒里面的分析认为，最近几天曾经是以色列最坚强后盾的西方出现了2道不同的风景线。第一道，外交承认巴勒斯坦建国的风潮，另一道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潮，全世界都看不下去了。2天10国承认巴勒斯坦建国，美国呢以不出席会议来凸显这个孤立的处境吗？联合国在开会当中，193国的会员国，152国家承认巴勒斯坦。联合国安理会呢5常里面只剩下美国不承认，跟以色列站队。因此，联合国这个80周年的时刻，有个民调媒体在美国做的境内的民调，认为呢，63%的美国人认为联合国解决全球问题方面表现不佳，比先前大概下滑了2成左右。那至于美国要放弃成员国资格，退出联合国吗？有17%的支持。但是美国对于参加联合国大会呢，其实是也不是那么满意啦。像川普就一直不停的批评联合国所做出的决议嘛。但是呢，伊朗代表团去开会在纽约啊。可是不同的国家来，他待遇居然不一样。卢比欧就下令伊朗代表团只能在他下榻的酒店跟联合国总部之间进行公务活动，不准他们去采买，不准去 Costco 不准去其他商店买奢侈品。他对于伊朗的外交人员限制致死，怕人家买东西，这是什么样的景象？以色列，尤其是内塔尼亚胡，我特别用内塔尼亚胡他所领导的这个极右翼的内阁还有军队，对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区的这些人的屠杀，其实我们也都知道，以色列内部里面有很多他的在野党、反对党，还有大部分的以色列的人民是反对内塔尼亚胡这样做的。但是内塔尼亚胡他执意这样做。因为他有美国的强力的背书，美国当靠山，美国无条件的支持内塔尼亚胡在加沙这个地区这样子一个种族的屠杀，其实引起了53%以上的成年的美国人的强烈反对。我们强调53%以上的美国人，他们强烈反对，而且谴责这个内塔尼亚胡，谴责以色列人这样做。可是美国的白宫还有他的国会的众议员、参议员这些政客，因为他背后庞大的这些犹太人、这些利益集团，他们的支持下，他们跟人民背道而驰，他们跟人民对抗了。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些政客，他们常常会碰到美国人民，直接跟他们叫板，直接跟他们呛瞎，说你们可耻，你们是这个屠夫的帮凶，你们就是同谋者。你看美国的这些政客跟人民完全是不管美国人民的民意了。这个不止在美国，在欧洲发生的更严重。欧洲我们都知道，像英国啦，像法国啦，还有其他的国家，他们也都是同情那个巴勒斯坦人，同情加沙地区的人，所以他们的国内的人民不会去反对他们，因为他们在联合国里面都投下承认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这一票。可是意大利不是意大利却很可耻的投下了否决票，所以意大利的人民也受不了了，他们也都站上街头，他们的工会都组织，然后开始反对他们的政府干的这种其实是不应该做的事，也就是支持以色列继续去杀这个加沙地区的人。在亚洲，日本人本来也是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结果川普给日本施加压力了，日本就退缩了。还有另外一个蔡正元常讲的东方某小岛的某一个绿色政党，他竟然也失去道德勇气，看着加沙地区人这样被杀，他竟然也完全不吭一声，这实在是很可悲的事。好，内塔尼亚胡嚣张到什么程度？因为当整个联合国大会，欧洲有10几个国家都站出来了，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大部分的国家150几个国家都承认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它的领土呢要以1967年为界。内塔尼亚胡就说了，我现在的屯垦区已经超过1967年的1倍以上，我就实质占有，你又能怎么样？我已经把巴勒斯坦切割的支离破碎，你又能怎么样？而我还发现东方某小岛
的某个绿色政党还派医疗队去帮助以色列的同垦区在那个地方搞医疗站，你可以看到助纣为虐到这个地步。但是每个人都在问一个问题啊，那你如果承认帮那个内塔尼亚胡非法的占领这个地区，你怎么去反对俄罗斯人非法的占领这个乌东地区呢？这不是两个标准吗？两个标准就是那一个绿色政党它的最明显的标准。到底什么是公平正义？谁说了才算？难道是美国、以色列说了算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G7的国家越来越多加入，在对于以色列的轰炸行为加以谴责，但是以色列直接在呛杀，继续再轰炸。你知道，这是一场不义的战争啊！国际政治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发动一场战争，这个战争要合乎几个原则，合乎这个原则才能够叫做正义之战。这是不义之战啊！我查到一直到9月17号，大概是6天以前，你知道巴勒斯坦人在加沙走廊这些整个被杀了多少？66054。我们讲话此刻搞不好已经多出很多人出来了。其中有2万人是儿童，妇女如果再加进去的话，大概就至少占了这个66000多人的一半以上了。你知道记者被杀了多少人？我先这样讲了，各位猜看，韩战打这么激烈，打了3年的战争，记者才有17位被杀。记者是没有拿武器的，他只是报道一个事实，17位被杀。到了越战的时候，63位被杀。那时候全世界已经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记者都被杀。你知道到阿富汗战争的时候有65位被杀。阿富汗战争跟越战是各打了20年，各死了17位跟65位的记者。这场战争才打了23个月。你知道已经死了多少记者吗？记者跟帮忙，比如说工作人员就是媒体的工作人员死了217个。你就知道这个战争已经是乱杀，已经杀红了眼，随便就开枪了。连人道援助人员、国际机构了，包括联合国的援助人员，224个人被杀。你说这是个正义之战还是个邪恶的战争？你纳坦雅夫，你有小孩，你有孙子，你看那些小孩饥饿而死，瘦得像柴，人瘦如柴，你忍心吗？好，所以我是觉得美国是纵容了以色列发动这场惨绝人寰的战争，这个以色列不能被原谅，这个川普政府也不可被原谅。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就算联合国这么大规模的国家都反对以色列的这样的行动，承认巴勒斯坦建国，但现在呢？很多人现在都在支持2国方案嘛，让人感觉到好说，如果我们支持2国方案，这里就会和平了，就可以确保巴勒斯坦人民的安全了。其实2国方案跟这个我刚刚说的结果是无关的。第一个，2国方案根本就很难落实，为什么呢？他那个土地是不是要退回到1948年的时候？已经没有国土了。它还是有约旦和西岸、北岸各有一块。为的话，对。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委员，大家好。前张检舰长黄征辉上校。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看看莱尔校长的2创3创，真的是让我们台湾年轻人的创意大爆发，每天都有这么多。最新的一则呢，是跟我们的相关最新校长关心什么事情有关系啊？来看看这1万块的新版本。姑婆雍主任，我们2个最近配合打得很好。是啊，校长，你说沙库拉学校有功劳，我也否认学校光复了。其他老师最近有没有什么表现？报告校长，我们已经开始炒作拒领1万的议题了。不错，这个议题很好，钱都分给大家了，我拿什么去分给我的好朋友们？
报告校长，我们还卡关了蒋老师他们班去对岸校区交流。非常好，都去交流了，我们还怎么继续骗同学们？现在太有创意，大家看懂的都懂。为什么多了小胡子？为什么后面是萨库拉的樱花？哎，好像都很明白，都是跟赖总统最近把自己的认同认定为谁有关系吗？但这1万块呢，叫做父子骑驴，这个是台湾民基金会董事长所形容的。因为呢，到底发不发1万，你如果觉得违宪，那不发到底。现在又要发了，不是还在大内宣吗？宣传的同时，却又找了一个市召会去告诉大家说不要发了是违背民意，或者是不应该，这个是对国家对不起的哦。结果卓荣他又说要什么增设一个巨领的选项，反而引起了自己内部的绿营啊，还有绿营的这个名嘴啊很不满啊。尤其是一个人一句话就可以改变政策，有一种形容这个叫做留下一个人之后，美丽的下台身影多好。他已经失去了这个展现风骨、营造总辞契机的时候，他那个当时在大罢免失败之后没有下台，现在没有下台之后的身影呢，一切都太迟了。意思就是说，他就算现在下台的话，也还是很难看的哈，因为已经连党内人都看不下去了。赖总统被说陷入一种恶性螺旋，就是什么？那历任以来跛压总统只有一个人，其实也不能怪别人，其实2次大罢免不都是他们自己发起，让民众提早的对他做其中1年的体检吗？结果莱尔校长引起的风潮，大家嘲笑起来，2创3创多到不行。网络上呢，太多的讨论，尤其他所有新的这种讨论的那个内容，都让大家笑啊。光这一则，我听到我访问一个来宾是在现场参加的日本通的来宾，他就说他就觉得瞠目结舌，为什么总统会告诉大家说致辞哦，公开致辞哦，说这个英美3方安全伙伴还有5眼联盟，这些都是安倍的功劳，台海能够今天和平都要归功于安倍呢？大家都在笑，这个当时5眼联盟成立的时候，安倍才3岁，那所谓的这个英澳美的联盟呢，2021年成立的时候，安倍卸任的首相，就算 CPTPP 跟他有关，他有贡献，但台湾也还没有加入，因此被笑完之后，有没有正式？如果君无戏言，总统讲错话要不要更正？以前叫马更正，人家如果有问题就更正，他连更正都不更正，直接把新闻稿删掉，当作没发生。那 TBS 制作单位还特别去问总统府说，那请问除了收回新闻稿的内容之外，是不是还会再次澄清这个内容是错误或等等怎么样的呢？到目前为止没有回应，想必 Top 还是不会回应你了哈。但是呢，李凌涛怎么形容这件事情？它叫做选择性的交流吗？我台海的和平，我们的军人没有功劳哦，全部要归功于日本的安倍晋三。那日本提高军人薪水，赖清德视而不见，到底莱尔校长什么时候才要放行国军的加薪呢？国军加薪是立法院3读通过的决议，但他不执行。网友立刻开始有心理酸了，我觉得很多的军人在为国家奉献的时候流血流泪啊。这个心情应该是觉得很不堪的，梗图出来了。面对国军的时候，总统是3军统帅点头回礼，但面对已经去世的安倍晋三的照片，鞠躬敬礼，到底他是哪一国的总统？双城论坛在现在两岸关系非常中央关系很紧绷，几乎断的交流的情况之下，这个是城市外交、城市交流唯一一个还可以有互相交流的管道。那现在呢，本来礼拜4就要举行的双城论坛，现在呢完全没有办法前进，所以喊卡了哦。根据副市长林奕华他所宣布的，主要还是在于2项的 MOU， 官方我们的中央都有意见，包括说这是中央的权责啦，或者是还要修改啦，或者是没有办法啦，所以会来不及，加上都要卡到人家成行前2天才要给予同意的行程的陆委会的宣布，所以就卡关了。很多的大家讨论沈伯洋的讨论是最特别的，他特别说，双城论坛暂缓一定是中国的因素。这个原来搞了半天是老共的错，又来了。其实论坛如何卡关的原因很简单，亮哥也讲，还有包括市府单位也讲，就是呢，赖清德、蒋万安在这个出行的这个程序上面处卡关之外，而他认为是根本就不让蒋万安去出风头。那在陆委会还警告市政府说，两岸观光什么中央权责，通通不能谈。那城市交流过去能够让促成各种的合作事项，现在都不能的话，不知道要谈什么。
那黄伟汉特别来分析这件事情，63%不满赖清德两岸政策，这个是联合报昨天做出来的民调结果。他认为主流民意呢是认为不应该请中，也不应该请陆，应该要做平衡。而这个民进党部分说两岸关系很紧张，问题不在台湾哦，都是对岸的关系。那呼吁中国大陆要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良性对话。大家都觉得他也仍然活在莱尔校长的世界里啊。关税呢？他每天在问担心害怕，没有答案。全球关税挑战，副总统萧美琴面对询问，只有表示谈判团队依然持续进行对话，我们仍然只是暂时的啦。而在美国的《纽约时报》的报道里面，特别提到台湾。他说：“台湾，你以为只有半导体吗？其实还有一个隐形冠军，是大家都在南部，尤其是高雄朋友都知道的，叫做螺丝、螺帽相关的这些细节的，虽然是小兵，但他立大功，是在美国市场里面第1名的出口的这样的数字的。但如今呢，是由这个《纽约时报》报道出来说，整个钢铁关税生效以来，订单直接下降了20%。”直接要压垮业者了，业者觉得心里很酸，未来还不知道前景在哪里。委员，这先讲那个赖清德哦，你知道这个一个国家啊，是不是强大与否影响国力？其中一个很重要一个因素是政府的领导能力。哦，所以我们常常讲到治理嘛，治理。那我就不晓得说你。赖清德赖总统这一阵子讲了很多的话，是谁提供他这些资讯的？是谁帮他写这些稿子的？这就会让人家非常的担心，因为你一个国家，你的总统要有很多人来帮你的忙，来辅佐你，来支持你，提供你正确的资讯，然后建议你该怎么做这样子。那你去讲到这个五眼联盟也好，讲到 AUKUS 这个节目也好。我就不了解，就你外交部也罢，国防部也罢，你国安会都应该对总统的这个资料的提供，甚至审查，你们都应该要扮演角色嘛。而且你总统自己呢，你有没有找到真正的专家当你的幕僚？这是个很简单的。你说先讲这个五眼联盟。那你认为是安倍协助促成的？那五眼联盟里面为什么没有日本呢？第二个，你讲 AUKUS 这个，你一看那个文字你就知道嘛。AU 是代表什么？这是澳洲啊。然后呢 ，UK 代表什么？英国啊。然后这 US 呢就是美国嘛。啊，你日本在哪里呢 ？AUKUS 基本上就是英国跟美国合作。把法国原来跟澳洲讲好的一个传统潜舰的建造计划，把它干掉，然后他们现在准备说，我们来帮你造核子潜舰。你知不知道石破茂？我记得咱们讲过，有一年我们到这个东京去访问，石破茂当时还不是日本首相，他也是大概职位，那时候我们就直接讲像国防部长这样职位，他刚下来没多久，他跟他们吃饭。在聊天聊没几句，他就讲说，我们真的日本最需要就核子潜舰，日本就是要不到，美国就是不给你嘛，所以你 AUKUS 怎么会有日本呢？对不对？那所以我就觉得这种讲话就是说要怎么讲？第二个讲说台海的和平归功安倍，你讲这句话你就得罪了美国，除非你是故意讲，因为美国人不让你去过境纽约，生气，所以呢你生气你就故意讲这句话，那美国会讲说。安倍没有错，9596年是安倍不是首相，但是对于台湾来讲，最紧张的那次是9596年飞弹危机嘛？那求你日本扮演什么角色？你可以在旁边跟着发抖吧？甚至克林顿会说，是我派2个航空母舰战斗群才把这个问题解决的啊，还有跟中国大陆之间的沟通啊、谈判啊这样子啊。所以你讲说台海的和平归功安倍。那你就不要讲美国角色好了，我们的国军听了会有什么想法？海军，我光想帅将军可能就气到。这个也是当了上校下来，他们2个都当了上校下来。我也在金门当过兵，当过医官。我们的军队的训练是很严谨的，陆战队要。其实海上长城一群吃海风吃了很久才回来，大家都非常的辛苦在训练啊。结果台海和平就是安倍啊。
那以后我们这些国军大家都躺着干好了，你就再找个安倍来帮台湾好了。讲这种话是对我们自己的军队是最大的羞辱。我坦白讲哦，我对赖总统不会有很深的苛责的原因在于哪里？你知道？因为他毕竟总统刚做，他当副总统的时候，总统大概也不会参与，也不会让他参与什么重大的事情。可是他的幕僚真的应该被责备，好歹要谷歌一下。所谓的幕僚是包括国安会的秘书长。你卷入间谍案，你的部署是就是用人为亲的结果吗？还没有下台。你的国防部长、你的外交部长、你的国安局的局长、军情局的局长，这些都应该当你的幕僚。这些人在哪里？是他们不愿意提供正确资料给你，还是你根本不需要他们提供？你另外找你相信的人。这个幕僚如果不换的话，这样的笑话会闹很多次。这个会伤了赖总统本人以外，会伤了整个我们中华民国的。在国际间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但老师，因为这荒谬的事情实在一件接一件太多了，以至于这个2创3创用不完呐。这个莱尔校长现在变成是我们年轻人最好的一个创作的题材啊，我觉得灵感的来源。我鼓励我们的年轻人多的发挥，而且我觉得创意无限啊。那网络上也祝你们都个个成为网红啊。这个1万块是民进党政府超收的钱，这是我们人民的纳税钱，人民的纳税钱本来就应该要还给我们嘛。看起来他很舍不得还给我们，他非法侵占我们的钱啊，非法侵占我们的钱还不赶快还给我们，这真的是非法侵占，这个不对的啊。另外有关于这个蒋万安到跟大陆办的双城论坛，坦白说，这是一个标准的公文作业程序。已经行之有能了。从郝龙斌时代不是郝柏村啊，从郝龙斌时代到现在，连柯文哲的时候都是依规定来办。那所以我们的公务人员，所有的这些文官，他很熟悉，也很了解整个流程，不会有问题，不会出纰漏。那为什么会被卡住？就是已读不回嘛。所以我相信台北市政府说的是实话。给你公文不回，给你公文不回，什么样都不回，那最后造成台北市政府不知道该怎么办，这叫做什么？推卸责任，领导无方。领导无方就是你有决策权，你不做决策，然后等到不能成型，你又要去怪底下的人，来找你们的民进党的那些立委来怪底下的人。坦白说，台湾的老百姓没有那么好骗，我们都知道责任都在你，你为什么不让双城论坛办下去？原因就是因为你害怕、嫉妒，甚至担忧这个如果蒋万安越来越红，越来越得到人望，那怎么办？发现我们不用抗中，我们可以很友好。因为我们的民调就认为赖清德最大的败笔就是把两岸之间搞得那么差嘛，所以也逼得暐瀚要说2句话了要平衡这暐瀚今天表现不错至少你愿意说，因为民调就已经告诉你答案了嘛，56%的人60多的人认为赖清德最烂的、干的最差的就是把两岸之间搞得一塌糊涂嘛。那你不能再挺赖清德了，你如果再硬挺，你就已经得罪我们全面的广大的民众当然从善如流，赞成继续下去。好，许国勇不是说我们台湾人还是日本人吗？对不对？他认为嘛，许国勇好朋友出来讲清楚，日据时代的时候，日本占领台湾、殖民台湾的时候，我们台湾人是什么身份地位？我妈妈也跟我讲得很清楚我们没有法律地位我们的法律地位比日本人低一等，我们的政治地位比日本人低一等，我们的经济地位比日本人低一等，我们的社会底比日本人低。你要我们去干低人一等的台湾人，你干我不干，我的父母也不干，尤其我的妈妈绝对不干。所以我是觉得说，今天你徐国勇好，那你一旦说台湾的地位未定论日本抛弃台湾的权利，那你现在民进党又说，哎呀，要中共正视这个中华民国的存在，我们是流亡政府我们现在是寄生在台湾这个气岛上面了。我觉得简直你们的史观已经乱得一塌糊涂，你们的法律观也已经乱得一塌糊涂，怎么会乱成这个样子，然后语无伦次了？我还是觉得你徐国勇你要给我们道歉，为什么？我们不是日本人，
日据时代的时候，台湾人活得很悲哀，活得很生气，活得很愤怒，因为他是低等人。一样是那句话，历史可以被原谅，但绝对不能被扭曲。舰长，我特别要说一下啊，因为这一次93阅兵的时候，大陆转阅兵，我很注意到政府有些什么样的相关规定哦。所有的限制人民的叫做权利，好比说我要去哪，我想做什么事，那是我的权利，除非我犯法。那这个犯法其实不是刑法就是民法，这些都很确定的。但是民进党上来之后，他特别制定一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他有规定一个少将以上啊，不准到大陆去参加任何的仪式。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这是第一次，我觉得我幸好我是上校，否则的话，那开玩笑，我去参加任何东西，我不要被你们处分吗？然后到现在为止，有一个人被处分了，张幼霞，他是少将，他到香港参加的是一个活动，那个活动里面，因为做那里的东西，一开始他会有演奏他的国歌，他就站起来，然后也国歌完毕就这样子而已。他被罚了5年，扣他75%的薪俸。他那个钱是多少钱？我算了一下啊，因为我大概知道他大概多少钱，几乎是500万。哇！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啊，就是任何违法的人，他的处分是罚你10到500万。张耀霞几乎罚到了这个顶尖的，就是为了这个事情。那你要张耀霞去之前，他怎么知道会有国歌，或者人家演奏国，我就坐那里不站起来，那是最基本做人道理都没有的。所以我当时看到说你这个太过分了。那接着我们再来看看这个93阅兵啊，那你已经规定哪些人不可以去了嘛？那剩下应该就是都可以啦。结果8月14号。这个陆委会发布了一个新闻稿，叠加了一大堆的这些别的东西，好比说关于哪些人不可以去呢？他又宣布了加上政党、法人、人民团体或个人，看到没有？全部都纳进去了。前面还有哦，然后不能做什么事，也不是在那个法律条文里面的。什么不能做呢？不能签协议、备忘录或发表共同声明。以及不可以配合宣传等，最后还加了一个等，他伤害台湾人民的感受感觉。你要任何一个人的不行，那是他的权利，你知不知道？那你什么叫做配合宣传？配合宣传完全是你去定义的，你知道？所以你有没有发觉这些东西不是法律给予你的这个东西？现民进党就是我要说这个东西就说这个东西。那我问你，你如果会在一个新闻稿里面发布的，不是法律啊？也是你额外增加了，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这个人不可以去，那个人不可以去。最后，如果你可不可以罚他，他才不理你呢。他要罚你就罚你，就像张幼霞，他跟谁去申诉啊？整整扣了将近500万，就为了一个国歌的时候站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实在是让人觉得非常气愤的。法律有一个叫做法律保留原则，它就里面很清楚的讲，涉及人民的权利和义务啊，必须要有法律，或是依据法律授权订定的命令。希望政府能够注意到，你要依法行政，不是你想什么就什么的。我觉得台湾越来越往回头走，我们越来越专制，越来越没有自由的那个气氛了。